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同学聚会，人还没齐，大家等得无聊，提出打会儿斗地主消遣一下，结果遭到富二代韩非宇的嘲笑。我儿子都不玩斗地主了，这都是穷人才玩的游戏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同学笑问：那你们富人平时都玩什么？玩的很多，比如说高尔夫、马术、射击、赛车什么的。韩非宇侃侃而谈，说到忘情处，还不忘掏出手机，让我们看他的各种奖杯。同学们都是一脸尴尬，说他们平时根本接触不到这些，更别说获奖了。恭维韩非宇不仅人帅，还这么有本事，什么都精通。韩非宇坦然接受众人的夸奖和恭维，教训大家要奋发图强，不然这辈子也只能斗地主，连高尔夫球杆都摸不起。这时我缓缓开了口：你说的那些我都玩过，没什么难的。全场的空气都安静了，所有人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韩非宇脸上满是错愕，反应过来后不屑地上下打量我一番。我该不会是幻听了吧？我记得你家在山沟沟里，有钱玩我说的那些东西吗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目前正在创业，赚了点钱。我真的看不惯韩非宇的嘴脸，有点小钱就拽得258万一样。10多年没见，大家开开心心来聚个会，正聊得开心呢，他突然问大家工资多少，然后明里暗里炫耀自己一年轻轻松松能挣100万。这次聚会，班长给每个人都带了点特产，给韩非宇时，他接都没接，满脸嫌弃：你这玩意儿拿得出手吗？我家保姆都不吃。要不是班长不停地给我使颜色，我早就忍不住开队了。没想到我们斗个地主还要被他嘲讽，我实在是忍不了了。既然他这么喜欢打别人的脸，那我就让他好好体验一下被打脸的感觉。可以啊，当年的贫困生都创上业了，不过创业蛮辛苦的，累死累活努力了1年，赚的钱可能还不够我买块劳力士。韩非宇轻蔑地扫了我一眼，仿佛他是这个世界的主宰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我真不明白他到底有什么好得意的。上大学生成绩都是考作弊得来的，所有奖项都是靠讨好辅导员拿到的。要不是家里有点钱，他早就因为成绩太差被勒令退学了。他没有半点自知自明，还天天向我们炫耀。10年过去了，原本以为他会有点长进，没想到他还是这副让人恶心的嘴脸。之前我一心想着学习和挣钱，没空也没心思搭理他。现在我已经事业有成了，就不惯着他了。我瞟了他一眼，不客气地回怼道：就你这长膘的身材，还骑马呢？不怕马一脚把你踹死吗？还有你说的那些奖，真是你靠本事得的吗？不会是像大学一样花钱买的吧？听到我这么直白的嘲讽，韩非宇脸色一下子就涨红了起来，有人没忍住憋笑起来。韩非宇涨红的脸彻底变成了猪肝色，他骤然发怒，脖子上的青筋都露了出来。张斌杰，你他妈有什么本事说我从山沟沟出来的垃圾货？除了过过嘴瘾，你还能干什么？是，我承认，你当初学习是比我好，但我完全不 care。学习再好有什么用？到头来还不是给我们打工的。你说高尔夫、马术这些没什么难的，真把我逗笑了。吹牛也不打草稿。高尔夫的比杆赛规则，你小子知道吗？我从容地喝了一口茶，微微一笑。不仅知道，我还玩过。我的态度更加激怒了他。韩非宇的声音陡然拔高：好啊，既然你这么有本事，敢不敢跟我比一场？谁怕谁？
我不甘示弱地看着他，比啥比？大家都是来聚会的，和气最重要，和气最重要。班长看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，赶紧出来当和事佬，笑着打哈哈：“这事还轮不到你管，给我滚远点！”韩飞宇直接把班长推搡到一边，我也朝班长递上个不用管的眼神。韩飞宇就是这样，明明大家都是同学，但他就是不把我们当人看，动不动就嘲讽打骂，真以为我们都没脾气了。今天就让他好好体验一下被羞辱的滋味。高尔夫球杆上，韩飞宇玩味地打量着我，他对自己很自信。别说我欺负你，要比什么？怎么比？所有规则你来定。我想了想，微微一笑，那就比高尔夫挥杆吧。进洞的那个人获胜。要是俩人都没进洞，就算距离洞近的那个人赢，这样能结束得快点。毕竟大家都还等着吃饭呢。韩飞宇轻瞥了我一眼，笑得不怀好意。没问题，只不过单纯比赛多没意思啊。总要赌点什么才行，规则是你定的，那赌什么？怎么赌可要由我来定了。你没意见吧？我就知道他在这等着我呢。翻了个白眼，别废话了，想怎么赌直说就行。看见我如此嚣张，韩飞宇却丝毫不恼火，脸上挂着一抹得逞的微笑。一次挥杆为一局，第一场赌10万，第二场赌20万。每局依次递加10万，直到一方认输为止。听到他这么说，同学都倒吸一口冷气，谁都没想到他敢赌这么大。平常家庭可能一年都挣不到20万。班长拉拉我的手，低声劝道：“别玩了，别玩了，你玩不过他的。原本我以为只是比一场，输了就输了，现在玩这么大，到时候不好收场啊。”其他同学也纷纷劝我息事宁人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没必要为了点面子损失几十万。他们这样劝我不无道理。韩飞宇他爹就是高尔夫健将，所以他从小就打高尔夫，大学的时候也得了不少奖。这些事他没少炫耀，人尽皆知。我大学的时候压根没提过有关高尔夫球的任何知识。在他们眼里，我跟韩飞宇比就是自讨苦吃。见大家的反应，韩飞宇目露得意，冲我叫嚣道：“要是你现在跪下向我磕2个头，再喊声爸爸，我错了，我就不跟你比了，怎么样？别废话了，等你输了，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。我倒是可以考虑让你少给点。”我面无表情的回怼。听见我这样说，韩飞宇冷哼一声，要来了2套高尔夫设备。就在我准备开始的时候，韩飞宇突然喊住了我。我微皱了下眉头，又怎么了？在开始之前，我必须要确认一下，你到底能不能拿得出第1局的费用？要是你到时候拿不出来，那我们不就白赌了吗？我点点头，把兜里的奥迪钥匙掏了出来。这辆车够我玩几把了吧？要是输了，你就直接开走。看见奥迪钥匙，韩飞宇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恍然大悟道：“我怎么知道这车钥匙是不是假的？”我冷哼一声：“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爱炫富的。”说完，我点开微信，看到我微信里面的60万余额，他笑得玩味，话语里满是不屑。这60万对我来说不算大，对你来说是全部的身家了吧？看在同学的份上，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，到时候输的只剩裤衩了，可别哭。我勾唇一笑，不客气地回怼：“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，别把话说得这么满，要不然最后脸多疼。”被我回怼，韩飞宇冷哼一声，径直拿起高尔夫球杆，瞄准第1个洞，猛地将杆挥出。只见球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飞快地落在草地上，接着在草地上滚动了几下，差一点就进了洞。
韩飞宇凡尔赛地叹了口气，还是差一点，看来我的技术又退步了。说完，他轻蔑地瞟了我一眼。这种情况，除非你能一杆进洞，要不然都是我赢。哦，对了，记得看准球，一会儿可别连球都碰不到，那就丢人丢大发了。同学都为我捏了一把汗，毕竟这一杆就值10万块钱。我拿起，随意的挥杆击了一下球，球在离洞口一半的位置就停了下来。哈哈哈哈哈！韩飞宇夸张的捧腹大笑。就你这水平，不纯找虐吗？真是吹牛吹上瘾了，什么话都敢说。我面无表情，淡淡道：有句古话说得好，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。刚才是我手生，再来。我靠，你疯了？还要继续赌吗？仅不到10分钟，10万就输进去了，下一把可是20万。班长怕我真输得倾家荡产，连连劝阻。我冲他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安心。班长一拍大腿，重重叹了一口气，认命般的走到韩飞宇面前：韩哥，他就是一时冲动，看在大家都是同学的份上，这事就这么结束吧。实在不行，我替他向你道个歉也行。韩飞宇不耐烦地轻啧一声：你替他道歉？你算老几啊？叫你一声班长，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。滚远点，别在这碍我的眼。大家明明都是同学，可他仗着自己有钱，从来不把我们当人看。对待好脾气的班长，他更是肆无忌惮。放心吧，我现在挣了点钱，几10万块钱我还是输得起的，更何况我也不一定会输。我给了班长一个安抚的微笑，班长叹了口气，没再多说什么。毕竟这是我和韩飞宇的事，我们两方都同意，他也不好意思再多说什么。能做到这一步，已经是尽力了。我拿起球杆，又跟韩飞宇玩了第2局，结果跟上一局的差不多，我还是输了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我已经连输了3局，微信里的60万都被我输没了。周围围观的同学们都忍不住的唉声叹气。连赢3把，韩飞宇眼中的得意都快溢出来了，更加肆无忌惮地嘲笑我。10年不见，我才知道咱班出了一位散财童子，哈哈哈哈哈！叫我一声爸爸，回头爸爸带你去高尔夫俱乐部里长见识。赶快跪下来道歉认输吧，别让爸爸我等急。谁说我要认输了？我冷冷打断他的话。韩飞宇玩味地盯着我，随后轻嗤一声：你还有钱吗？没钱的话，我可不跟你玩。卡里还有100万。说罢，我掏出手机给他看了看存款，看到我的银行卡余额，韩飞宇挑了挑眉：可以啊，没想到你这些年还真赚了点钱，可惜了，你注定是个穷鬼命，今天过后，你就又成穷光蛋了。班长以为我是真疯了，企图挽回我最后一丝理智。你不是正在创业吗？创业多费钱啊，一定要考虑清楚啊！你有完没完？张杰斌都说想玩了，你还一直劝他，要是他不玩，你来替他玩。我还没说话，韩飞宇就不耐烦地冲着班长大吼，生怕我听了班长的话后反悔。哎，我只是……班长急得团团转，急切地看着我，希望我能迷途知返。我忽略了班长看我的眼神，我知道他是真心为我好，但我现在不能听他的。继续吧。见我选择继续，韩飞宇笑得都直不起腰了，就这还不忘朝我竖一个大拇指。好样的，有胆量，敢不敢跟我赌个更大的？韩飞宇直起身，微微眯起眼睛，不怀好意地看着我。同学们议论纷纷，下一把就是40万了，这还不算大。我内心冷笑，他这是想加注了，一次性把我手里的钱都赢走，早点看见我痛哭流涕的样子。不过他的想法正合我意，铺垫了这么久，是时候收网了。
行，那我就拿这100万跟你赌。我 CL100万，你是真疯了，这是人民币，不是欢乐豆，你想清楚啊，没必要为了面子把自己的后半辈子搭进去，快点收手吧，你打不过他的，咋这么不听劝呢？听到我要用100万跟韩飞宇赌，围观的同学全都来劝我了，他们都是好人，正因如此，我才看不惯韩飞宇如此羞辱我们。那我可继续喽，输光了可别哭鼻子。我淡淡的瞥了韩飞宇一眼，示意他别那么多废话，麻利点。很快，韩飞宇又自信地挥出一杆，可惜了，差一点一杆进洞。接下来就到我了，同学们都为我捏了一把汗，毕竟这一局赌的是100万。我在大家都注视下，调整好姿势，瞄准球洞，猛地一挥杆，高尔夫球在空中划过一条优美的弧线，几秒后落了地。当众人看清球的最终落点后，眼睛瞬间瞪得像铜铃，嘴巴也不自觉地张大，整张脸写满了不可思议。一杆进洞，我赢了！这局赌的是100万，不仅把之前3局输掉的60万挣了回来，还赢了他40万。韩飞宇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起来。继续，这次还赌100万，我就不信你下次还有这么好的运气。我摸了摸高尔夫球杆，淡淡一笑，说不定老天爷一直站在我这边呢。你可考虑好了，别输个底朝天。韩飞宇冷哼一声，转身去拿高尔夫球杆。这次挥杆，韩飞宇明显谨慎了许多，犹豫了好几分钟，才小心翼翼地挥出了球杆，也是一杆进洞。韩飞宇紧绷的嘴角立刻扬了起来，得意地看着我。我淡定地看了他一眼，这水平也就一般般吧。哦，对了，要是2个人都一杆进洞了，是不是用时较少的那个人赢？韩飞宇似乎是觉得我不可能再一杆进洞，他嘴唇一勾，叫嚣道：要是你能一杆进洞，就算用时比我多，我也算你赢。我拿过球杆，提臂扭腰挥杆，一气呵成。10秒后，球稳稳进洞，又是一杆进洞。看着韩飞宇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，我心里得意极了，面上却装作一副惊讶的模样。哎呦，不小心又赢了，看来今天运气很不错呢。还玩吗？你可输给我190万了，给我跪下道个歉，这事就算结束了。这些都是他曾经羞辱我们说的话，现在我原原本本的还给他了。韩飞宇脸色难看至极，他咬牙切齿道：给你道歉？不可能，我要继续比，道歉的人只能是你。韩飞宇从小养尊处优，哪里受得了被他看不起的人啪啪打脸，要他道歉，恐怕比杀了他还难受。都已经输了快200万了，你还有钱吗？要是没钱，我可不跟你玩。听见我说这话，韩飞宇更加气愤，立马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，让助理把自己的车钥匙送了过来。这是我新买的车，奥迪 S8L， 价值200多万。下一句，我要跟你赌200万，赢了你就开走。听见他说这话，来送钥匙的助理立马变了脸色，连连劝阻：少爷，你别冲动啊，这是老爷刚给你买的车，要是让老爷知道你拿它赌博，老爷肯定会生气的。韩飞宇一脚踹开了助理，双目猩红：你觉得我会输是吗？老子可是从小就打高尔夫，会输给一个屌丝？要不是因为我们是同学，像他这种人怎么可能接触到我？助理忍着痛从地上爬起来：少爷，消消气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最近老爷正在谈一笔生意，正是关键时刻，老爷要是知道您这样做，一定会很生气的。更何况您前一段时间投资刚赔了100万，老爷说没回本之前，你给我闭嘴。助理的话还没说完，
就被韩飞宇的暴喝声打断：“你他妈的敢再多说一句，我就立马把你开除！”听见他这么说，助理立马闭上了嘴，再说下去，工作都没了。反正他也不会听，何苦自讨没趣呢？我啧啧两声，故意大声调侃：“要不然你还是回家商量商量吧，毕竟自己一分钱不会挣，投资还失败，拿不出来钱也能理解。别到时候气得你爸跟你断绝父子关系，那时候你可真成穷光蛋了，除了一身肥膘，啥都没了。”被这么调侃，韩飞宇整张脸被气得涨红，像是煮熟了的腊肉，着实滑稽。周围的人都没忍住笑了起来，夹带着几声窃窃私语，还有人向我伸出了大拇指。毕竟大家不爽韩飞宇已经很久了，这无疑彻底惹怒了韩飞宇。他破口大骂：“你们这群屌丝，居然敢嘲笑我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我随随便便的零花钱都比你们的工资高，一群牛马，有什么本事嘲笑我？”原本还想给他留点面子，现在看他这样，我一点面子都不想给他留了。别废话了，赶紧吧，我们还等着吃饭呢。我不耐烦地看着韩飞宇，他被我看得更加恼火了，一把拿过高尔夫球杆。这次他犹豫的时间更长，但他却没有一杆进洞。不仅没有一杆进洞，打得还没有前几次好。情理之中，他现在情绪不稳，只会越打越差，想要打出好球几乎是不可能了。看到这个结果，韩飞宇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他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甚至拿我大学的事羞辱我，企图以这种卑劣的手段让我分心。可我怎么会如他所愿？我依旧利索的挥杆，又是一杆进洞。韩飞宇满脸的不可置信，死死地握住高尔夫球杆，从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吼：“再来！我不认输，再比一场，一定是球和杆子的问题，再去给我拿一套新的过来，我就不信了，你小子能一直这么好运。”他现在已经赌上瘾了，这种情况下，只有两种方法能让他停下来。第一，就是让他彻底输个倾家荡产，直到无钱可赌；第二，就是让他赢回本金。可我不会让他赢的，他只有第一条路可选择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钱也输光了，车也输出去了，你还想拿什么赌？老子有的是钱。他从兜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这卡里有1000万，看我玩不死你。不行，少爷，这钱不能动啊，这是那些农民工的工资款，他们过年都没放假，大冷天的搬水泥钢筋，还等着这笔钱过日子呢。老爷让我看着你，要是让老爷知道了，咱俩都没有好日子过了。助理赶紧冲出来抱住韩飞宇的大腿：“你给我滚！整天就知道拿我爸压我。”韩飞宇一脚踹在助理身上，怒不可遏：“不就是动了工资款吗？只是晚点发，又不是不给了。再说了，现在有那个工地不拖欠农民工工资，大冬天干活怎么了？过年不回家又怎么了？关我什么事？要怪就怪他们命贱，活该被压榨。”这次不只是我，几乎所有人都被韩飞宇这番话惹怒了。什么是命贱？什么是活该？只要是靠自己赚的钱，赚的是干净的钱，哪怕是在工地搬砖，也不该被人看不起。像他这种不学无术，只会仗着有钱欺负人的纨绔，才是最该被唾弃的人。我死死攥紧拳，强忍下想揍他一顿的冲动，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要让他输得彻彻底底。最后一局开始了，韩飞宇让我先来，我接过新送来的球杆，又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挥杆，10秒钟后，又是一杆进洞。周围传来阵阵欢呼声，他们都由衷为我高兴。韩飞宇不认命地拿起球杆，手都是颤抖的。不过他最后没有挥杆，因为他心态彻底崩了。
无论如何，他都输定了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你说，你是不是作弊了？韩非宇浑身颤抖，满脸写着不可置信。我在他引以为傲的运动项目上打败了他，并把他狠狠踩在脚下。作弊？我轻声反问。不是人人都像你一样，只能靠作弊取得成绩。我们都是有本事、有担当、堂堂正正的人。你是吗？没等他开口，我继续道：不，你不是，你非当不是人，你连畜生都算不上。韩非宇，我告诉你，离开家庭的托举，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韩非宇紧紧捂住耳朵，满脸痛苦。我把那张银行卡甩到他脸上，一字一句道：把该发的工资都发了，要是让我知道你拖欠农民工工资，哪怕一天，我都不会让你好过。至于其他钱，都捐给山区孩子吧。国内赌博是犯法的，我一开始就没打算真的收他的钱，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罢了。谁知他居然坏到了这个地步，与其让钱在他手里发烂发臭，被他肆意挥霍，倒不如直接由他捐赠出去，这样既不违反法律，又能出了这口恶气。韩非宇打死也想不到，我为什么这么会打高尔夫。说来也离谱，其实我家一开始很有钱，也算是一方首富了，所以几乎所有的高级娱乐设施我全都了解过，其中便包括高尔夫。可能是因为我妈是国家一级运动员的缘故，我从小就擅长各种运动，尤其是高尔夫。那时候我跟我哥天天逃学，到这种地方到处玩，好不自在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上高中，因为我家突然破产了，而且破得很彻底，一家人都搬到了小破出租屋。破了产后，我才体会到生活的不易，所以更加发愤图强。哪怕上了大学，我也没有松懈，直到我大学毕业，爸妈他们才告诉我，他们是骗我的，我家依旧是世界首富。因为他们把我哥养残了，不想把小浩也养废了。得知真相的我内心 OS， 不过我还是庆幸他们这么做的，至少我现在变得很优秀。这10年来，除了帮我爸管理公司外，很长时间我都在打高尔夫消遣，球技早已出神入化，所以我才会主动挑衅韩非宇，引他上钩。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。除了韩非宇，大家都开开心心地回到了饭桌上。虽然饿过了头，但每个人都很开心。饭桌上，班长向我敬了一杯酒。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帮我们出了一口恶气。上学的时候，韩非宇就没少欺负我，仗着自己有钱就看不起人，骂我是穷屌丝、土包子，我都忍了。班长又自顾自地喝了一杯酒，眼中隐隐有泪花。可我最忍不了的是，我爸来给我送东西，他居然连我爸都嘲笑上了。可他家里有钱，又爱给人使小绊子，我一直忍着受着。班长一开口，班里很多人都开始吐槽韩非宇，有人说被他抢了入党名额、奖学金，自己却无处申冤，还有人说自己被他冤枉偷东西过。那一天，在那张酒桌上，大家把自己心里的不痛快都说了出来。我们现在都30多了，很多人都已经为人父母了，10多年前的伤痛却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可见韩非宇当时有多过分。这顿饭大家吃的都很开心，班长也硬气了一回，直接把韩非宇提出了班级群。原本以为我跟韩非宇再也不会有交集了，没想到居然还会再见面。那天下午，我爸让我去一家初步敲定合作的房地产公资考察。到了之后，秘书让我先在贵宾室稍等一会儿，说他们老板马上就到。毕竟是考察，太明目张胆就失去了考察的意义。
我就偷溜出去四处逛了逛。这一逛可不得了，居然遇见了韩飞宇，我才知道这是韩飞宇他爸的公司。一见到我，韩飞宇瞬间满脸通红，一口后槽牙都快被要碎了。张杰斌，你让我丢了那么大的脸，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说话。他扭头问一个秃头男人，我是干嘛的？秃头男人打量了我一下，谄媚道，少爷，我对他没印象了，应该是新来的实习生吧。实习生？韩飞宇冷笑一声，看向我的眼中尽是嘲笑。哟，不创业了，都30好几的人了，居然来我们公司当实习生了。我高尔夫球打不过你，可在这个公司，我能轻松拿捏你。你要拿捏谁？没等我说话，身后就有一道雄浑的声音传来：爸，你怎么来了？看清来人后，韩飞宇瞪大双眼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我问你是要拿捏谁？韩建国声音丝毫不减，没什么，一个实习生而已。韩飞宇心虚地看了我一眼，眼神躲闪。韩建国顺着他的眼神看了过来，待看清是我后，二话不说，立马道歉：“你就是小张总吧？真是一表人才，我替我那不成器的儿子向你道个歉。”韩飞宇满脸震惊：“爸，你喊他什么？小张总？怎么可能？你一定是认错人了。他是我大学同学，家里很穷的，怎么可能是首富的儿子？够了，你个不孝子，还不快给小张总道歉！”韩建国猛地给了韩飞宇一巴掌，力道之重，让韩飞宇的半张脸迅速肿了起来，也让他彻底懵逼了。不必了，正如您儿子所言，我跟他是大学同学，他的品性我了解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再合作的必要了。我面无表情地说完，不再理会韩建国的挽留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刚从公司出来，就看见了守在门口的韩飞宇，手里还拿着一份合同。见到我后，低头哈腰，满脸谄媚，再也没有了富二代的那份高傲。之前是我不懂事，眼拙，认错了您的身份。要是知道您是首富之子，我一定把您供起来。看在咱俩是大学同学的份上，你就饶过我这一回。答应跟我家合作怎么样？大学同学，他真好意思说。若我之前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可能就一时心软原谅他了。正因为我跟他是大学同学，我才不会给他半分好脸色看。我摆了摆手，让他滚，别在这恶心我了，有多远滚多远。谁知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痛哭流涕道：“张哥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原谅我这一回吧。这个合同我一定要拿下。我爸说了，要是我拿不下，就跟我断绝亲子关系。我爸的私生子在外面虎视眈眈，你一定不忍心我家的产业被旁人夺去吧？”我面无表情道：“我忍心。如果我是你爸，宁愿把公司卖了，也不会给你。你别欺人太甚。”有人没忍住憋笑起来，韩飞宇涨红的脸彻底变成了猪肝色。人看不过，最后我们还是选择合作了。因为韩建国是个有本事的人，了解事情经过后，他知道有韩飞宇在，我不可能选择与他合作，就直接与韩飞宇断绝父子关系了，并承诺日后会由他的另一个儿子继承公司。他的另一个儿子是私生子，以致与韩飞宇不对付。等他继承了公司，韩飞宇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。我只能说，韩建国是明智的，他家的生意逐渐惨淡，若没有我家帮忙开通业务，迟早会破产。用一个不成器的儿子换自己的家族兴旺，实在明智。我原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了，没想到韩飞宇还嫌吃的苦不够多，自己送上门来要报应。我夜跑完，正准备回家，路过一个拐角时，一个人影忽然冲出来，
手里还拿着一把匕首。他蒙着面，我以为遇上抢劫的了，有点小紧张。直到他开口，我瞬间就不紧张了。林冰洁，你不就是投了个好胎吗？嘚瑟个什么？这里没有监控，给我转100万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我朝他勾勾手，挑衅一笑，示意他尽管过来。要是专业的劫匪，我可能还会担心。至于韩飞宇，满身肥肉，垃圾一个，真当老子锻炼了20年的身体是棉花做的呀？韩飞宇显然是被我激怒了，举着匕首就朝我扑过来。去死吧你！我当即就是一脚正中腹部，韩飞宇被踹倒在地，匕首飞出去5-6米远，他痛呼出声，捂着腹部倒地不起。我漫不经心地踩住他的手腕，骨头碎声伴着韩飞宇的惨叫声一并传来。没有监控是吗？那我可太喜欢了。等到他疼到几乎就要昏厥，我面不改色打了110，告诉接线员这边有人持刀行凶。警察很快赶来，带走了我和韩飞宇。我告韩飞宇故意杀人未遂。他醒来后仗着没有监控，反咬我一口。警察，你不要相信他，明明是他抢劫，还把我打成这样了。我冷笑一声，淡定地掏出手机播放录音。韩飞宇，你不就是投了个好胎吗？嘚瑟个什么？这里没有监控，给我转100万，不然我就杀了你！去死吧你！自从他刚出现，我就悄悄打开了手机录音，以防万一。听到这些后，韩飞宇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你怎么？我怎么会录音是吗？我轻笑一声，打断他的话，因为我不仅投了个好胎，还长了个好脑子。警察朝我比了个大拇指，幸亏你聪明，要不然我们还真不好处理。1个星期后，法院的判决结果出来了，韩飞宇以故意杀人未遂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。其实本来不该这么重的，但我使了点小手段，伪造了一张伤情鉴定书，成功给韩飞宇增加了2年吃牢饭的机会。就他那样放出来也是危害社会。对了，我还把他入狱的消息发到了大学班级群里，同学一阵欢呼，纷纷说他罪有应得。看吧，任凭你是富2代又怎样，该入狱还得入狱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有钱人，所以没什么可炫耀的。炫耀的多了，非但不会得到想要的恭维，反而会像过街老鼠一样，人人喊打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